不伤咱们的膝，不伤咱们的腰啊。咱们在两脚与肩同宽的时候，是脚尖尽量自然朝前的啊。当咱们把步伐打开之后，太极拳的要求就不一样了。他们要求咱们两脚脚尖的外摆等于45度，两个膝关节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膝盖对住我们的2、3脚趾。来，老师给大家画一条线啊。今天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大家要尽量能够观察到老师的膝盖，让咱们看看怎么练拳的时候不去练啊。觉得抖音平台好，人家老师。是的，从二，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这些正儿八经在平台上科普的时候，很容易被限流。然后呢，那些擦边的、扭屁股的、穿短裙跳舞的、露内裤的都让露，那就咱没办法呀，对不对？所以咱们只能说，哎，就是避其锋芒啊。来，同学们啊，下面呢，老师把咱的膝关节的这个外形给大家画，又提醒了，你吓我一跳，我以为又提醒了，不至于啊。看啊。来，同学们，这个地方呢是咱们的菠萝盖儿，就是老师尽量用咱们民间的大白话去讲，不能用专业的术语了啊。这是菠萝盖儿啊，咱的菠萝盖儿、磕膝盖儿。好，我们记住啊，这个地方的正中点就在这个位置啊，一定要记住，对住哪呢？对住我们脚的2、3脚趾。你看，老师顺着这儿给你往下点个点儿啊，点，就是竖直往下啊，点。好，就竖直一条线，好，点到咱的脚趾缝。现在把这个线连到一块儿啊，你看走。咱们接下来给大家讲的都是太极拳当中全的人体的运动生理结构的正确运用方法，让大家不伤咱们的小菠萝盖啊。来，日常生活当中在打拳的时候，来，老师给大家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老师呀，打拳呀，不捞盖不得劲儿，不捞盖难受。好。重点核心来了，同学们啊，我们你看老师的腿啊，就上面不是有个线吗？都能看清吧？就是老师也没给大家也没给大家去玩什么就是虚的假的啊。你看是不是一条线正好对住2、3脚趾？好，先让大家看到我们为什么老师不至于弯到那个情况啊，就是都是能对住的啊，都是能对住的。你看好啊，咱们往前走路，往后退步，往左拐弯，往右掉头。你有没有发现啊？胯、膝、脚3个地方，它是一个整体，是不是？看到没有？不管你怎么去摆你的脚，你的膝关节永远是对住你的脚尖2、3脚趾，就没有拐过弯儿。大家是不是？是的，大师。好，那咱们接下来就用这个人体的正确的运动方式，来带入到太极拳的大螺旋当中。对，说实话，恐惧症那可不。来，同学们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看老师的腿啊。现在两腿向两边打开，两脚脚尖朝45度，那么膝关节也是45度，腰胯的开合角也是45度，吓我一跳啊，也是45度。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同学们按照刚才老师教大家的这个屈膝松胯，咱们沉下来之后，老师来教大家怎么移动重心啊。你看小白，尤其是咱们小白最先练的啥？缠丝嘛，云手嘛，对不对？转腰、翻掌、螺旋、摆掌，是不是这个？膝关节对住脚尖来做重心的左右移动。好，重心左移，左膝对照左脚脚尖；重心右移，右膝对照右脚脚尖。这个时候，老师用一个画圆来教会大家。你看啊，重心右移，左手慢慢向下放松画圆。腰向右转，带动左手慢慢向小腹前方里合。好，继续向右转腰，左手沿中线上穿。好，翻掌重心左移，左膝对照左脚脚尖，再向左转腰，摆掌打开。好，大家注意观察老师的膝盖啊，老师连起来做一次。重心右移，左手下捋，腰向左转。以腰带手，腰向右转，向上穿掌，重心左移，翻左掌，腰向左转，摆掌打开。好，就一个问题，老师的膝关节有没有内扣和外撇乱晃？没有打没有。
啊，这不就让你看到你的眼里边，膝关节跟脚尖我画根线，膝关节对住我们的2、3脚趾，就让你看到你的眼里。这个时候膝关节有没有乱晃？没有。对，同学们说的太棒了，没有乱动。为什么？因为咱们很多同学说老师膝关节伤到了，是咋伤的？内扣外撇，来回乱晃，就这样晃伤的，知道不？晃伤的。所以咱们膝关节对住脚尖以后，咱们太极拳当中的移动重心的基本方法，就是像咱们人体日常生活当中走路一样，左移重心，左膝对照左脚脚尖；右移重心，右膝对照右脚脚尖。现在你看啊，同学们，我们身体啊，大家把手捧到我们的身前，想象咱再抱一个大球，零基础小白也一样能学会啊。你看，咱抱了一个大球，往左移重心，老师一转后膝盖要内扣咋办？一会儿教你啊，桑尼啊。来，同学们，你看啊，右移重心，右膝右脚45度，左移重心，左膝左脚45度。那你注意看老师整个躯干啊，每一次的重心移动是不是都在画弧线？它不是这样左右来回直摆的直线，咱的身体是一个画弧的过程。是的，打是。看到了吧？你看来，是的，打是。你看，往左走，身体会环绕着往左去；往右移重心，身体会环绕着往右去。你看，这个重心一转化，你身体自然产生的运动就是环绕运动。所以咱们同学们经常问老师啊，啥叫当走后弧呀？我咋不知道？是不是屁股有点摇？那你跟屁股没关系。但是你今天正儿八经看真切了，你会发现。其实咱们的当走后弧就是在太极拳基本功要求下，膝关节脚尖方向一致，左移重心，左膝对照左脚；右移重心，右膝对照右脚，45度嘛。咱们身体会形成一个圆形的弧线，会形成我们身法的螺旋运动。那这个螺旋，同学们为什么叫它大螺旋呢？你看啊，咱们在重心转化的时候，你注意看老师的躯干啊。整体都在往左运动，并且是走弧线的往左运动。你往右走是整体的往右走弧线的运动。这个时候你的腰胯都没有乱动，就是动了一下你的重心，是不是？就产生一个这么大的环绕。所以环绕很大，咱们叫做大螺旋，指的是身体在重心的移动下，全部的躯干产生了向左的位移和向右的位移，并且是弧线运动，所以同学们就叫做大螺旋，明白了没有，同学们？你说那有的同学说老师，那这个大螺旋是干啥用的呢？来啊，同学们，老师呢也不跟大家去藏着掖着了，该让你看的都让你看见啊。咱们直播间是一个讲干货的直播间，不跟大家讲玄的虚的。我什么样，我就能让你看见你什么样，好不好？头一次做，哎呀，来给咱胜利路宝贝儿。支个顶。这个同学说，老师，头一次做大螺旋膝盖没有疼，为啥？同学们，因为你做的时候符合人体的自然生长规律了。第一次来直播间，大家可能跟老师不熟啊，我再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左龙，中国武术1级教练员，大众健康管理师、运动康复师，也是一个营养师。在咱们直播间里教学的太极拳呢，没有神学，没有玄学，没有抽象的东西，都是给大家去讲解咱们的人体的运动科学、运动生理学，让咱们在练习的过程里面符合咱们人体的健康方法，让咱们越练越舒服。没点关注的宝子们，赶紧把关注点上啊！每天直播时间上午9点40，下午的3点40，咱把关注点一点，把赞往上冲一冲，然后把咱们的这个小灯牌该亮的亮一亮，到时候直播提醒啊。来，同学们，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咱们现在正面、背面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懒扎衣。刚才咱们用屈膝松胯和下沉开步的方法教会了大家金刚倒退，对不对？咱们现在咋了？啊？又提醒了？啊，画线的时候提醒了，又提醒了一波，是提醒了第2次了。好了，同学们啊，咱们接下来呢，老师等一会儿中宝，等一会儿接下来老师呢说话呢要再注意点。今天咋回事？查那么严吗？我咋了？啊，来，同学们啊，这太难了，这又提醒了一下。现在同学们啊，老师先给大家去展示懒扎衣，从正面和背面做一个完整的动作演示啊。不敢，不是我要壮胆，因为是平台不放过我，不是我的问题啊。来，同学们看啊。现在呢，老师用老师的2个脚，也是光脚的，膝关节也是大家能看得到的，对不对？好，右手握拳放于左手小腹，来啊，右手由拳变掌，
腰向左转，右手沿中线上穿，身法转向左斜前方45度，左手下按。翻掌，重心右移，腰向右转，两手上下画力圆打开。你看，依然是以腰为轴，是不是？好，左移重心，左膝对照左脚，左手上领，右手下沉。看老师的左腿啊，做到左腿的单腿支撑，独立稳定。跟老师刚才教大家的基本功是不是一样？只要重心到位了，能够感受到单腿支撑独立的平衡了，咱们左脚就能够踏实，就能够站稳啊。好，下面呢，你看，左腿慢慢向下放松，让身体自然松下来，松下来再去开右步，两手相合，右脚踏地。你看，左手立掌放在右手掌心内。好，接下来同学们就来到大螺旋的应用了啊。老师近一点给大家看，步子可以稍微小。你看啊，现在是不是左膝对照左脚脚尖，右膝对照右脚脚尖？看啊，咱们就走大螺旋啊，两手合住，咱们重心右移走大螺旋。你看咱的身体是不是欲右先左，形成了轻摆右掌的动作？好，然后翻摆右掌，腰在向右转动，以腰带动右手向外慢慢打开。左手叉腰，右手立掌放在右膝上方，身法慢慢转正，放松下沉。发现了没有，同学们？就是我们打懒扎一就是小白啊，一看老师的手往左摆了，他会怎么样？他会直接拿自己的身体用弯腰啊、撅屁股啊去转身摆自己的右掌。实际上，咱们只是通过刚才老师教大家的基本功，用了一个重心转化。你看啊，两手捧到这儿，重心右移，身体是不是在走弧线？你就依靠咱们的重心转化的弧线，左手就直接带，右手就直接带出来了。然后咱们再向右慢慢去摆掌打开。你看同学们，这个时候你的膝关节是不是一点儿都没有乱晃，全程膝盖稳稳当当？来，同学们跟着老师背后啊，背后金刚倒对变懒扎一。咱们直播间的教学呢是正面背面两个方向，全程都有口令细节带练啊。来，慢动作跟着老师的速度走，都能跟上。右手由拳变掌，腰向左转，右手上穿，左手下按。好，翻掌，重心右移，腰向右转，两手掌心朝外，上下画圆对拉打开。左移重心，左手上领，右手下沉，提起右膝，做到单腿支撑，独立稳定。好，下沉左腿，轻开右步，落右脚，两手相合。你看老师啊，从背后看更清楚了。走一个大螺旋，让膝盖对住我们的脚尖，欲右先左，翻摆右掌。好，右转腰，两手上下画力圆，慢慢打开。左手叉腰，右手立掌，身法转正，定式下沉。你看同学们，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咱没有刻意的往左拧腰或者往右拧腰，就靠老师教大家的那个基本功去走。所以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打拳的时候咱们的小盖盖不舒服，是不是就是因为打拳的过程里边膝关节没有按照要求去对照脚尖？你说老师为啥必须得对照？新来的同学们，老师再讲一次啊！你看，我们人在走路的时候，你是往前走也好，或者往后走也好，你往左拐弯或者往右转头，你会发现胯、膝、脚三个地方都是在一条平面，就是一个整体上的。所以咱们打拳的过程里面，咱们就必须怎么样？按照咱们人体的自然生长规律，左移重心，左膝对左脚，跟咱走路是一个感觉。如果说你打拳的时候一转一拧，一转一拧，一转一拧，来回乱晃，是不是就坏事了？对不对？这就很容易伤到咱们的小盖盖啊。所以说啊，为了小盖盖的健康，我们一起不扭膝，好不好？你说老师那控制不住怎么办？老师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啊。好，现在呢，同学们，我带着大家去讲明白，一句话弄清楚。首先我问大家一个核心啊，你现在不转腰，光移重心，你的小盖盖会不会晃？你看啊，你移重心啊，左移重心，左膝对照左脚，右移重心，右膝对照右脚，你不转腰，你小盖盖会不会乱晃？
发现没有？是不是说老师，哎，不会，我发现光移重心，我小盖盖不会乱晃。但是什么时候最容易晃你的小盖盖？转腰的时候容易晃你的小盖盖。大家说对不对？哎，很好，同学们啊。那么接下来，来，波哥把凳子给我，接下来把凳子给我啊。接下来呢，咱们要教大家怎么样在转腰的时候不晃自己的小盖盖。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没事没事，宝子们不要着急啊，咱们先学基本功，再学动作。萍姐，咱先把基本功学好，好不好？先学基本功啊，基本功学好学会了，咱们就能够点得更好，学得更好。你觉得老师今天讲的内容干不干？干了，咱们把干打在公屏上；没点关注，咱们点上关注；没点咱的这个小心心了，咱们点上一波小心心，好不好？啊，还有这个赞往上冲一冲啊！咱们直播间主要就给大家去讲解咱的干货，不讲湿的啊，不讲湿的，就给大家讲核心要点，让咱们都能学会啊，就对吧？第一天学太干了，谢谢宝子们喜欢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带着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啊，你看，咱们很多同学都知道，老师打拳的时候，我听我师傅天天说腰胯腰胯，到底这个腰胯是个啥嘞？好，老师从人体上给你讲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太极拳当中所说的腰胯呢，腰就是胯，胯就是腰，为啥呢？等一会儿0703宝贝，一会儿老师教你啊。胯就是腰，腰就是胯，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啊，咱们的两个腹股沟0703宝贝，老师看见了啊，不用刷屏啊，不用刷屏。刚，为什么呢？听好，听好，一定要听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泰拳当中的核心，好，核心。当咱们做好屈膝松胯以后，有很多宝子呀。说老师，你看我会转腰，这个时候啊，看到老师的胯了没有？胯没动，这个时候转它不叫转腰，它叫转胸，因为这一节呢是我们的小胸小椎，知道吧？转的地方是我们的肩关节。太极拳当中说的转腰转胯，指的是外三合，肩与胯合。当我们产生旋转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啊，往左旋，左胯，左肩。同时向左转，右胯、右肩同时往右转，它转的是哪个位置？朋友们能看到不能？你看有个凳子参照是不是更清晰了？你看往左转，左胯相合，左侧转，右胯打开；往右转，右胯相合，左胯打开，往右转。这个时候你在转的过程当中，肩与胯在旋转的过程当中是上下为一个整体。很多宝子说，老师我一转，我为什么会晃膝？你看啊，那就是因为咱们的胯没有开合。你看往右一转，常见错误嘛。老师我平常移重心不晃膝盖，但是我一转腰，哎呦，右胯一合，左胯跪里头，左膝跪里头了；左胯一合，来右膝跪里头，是不是这样？所以来同学们啊，老师来教大家。首先咱们先要提高一下认知，好不好？我们的小腰啊，就是这一节小椎椎。跟我们的骨盆、小盆盆，它们是一个整体，不存在骨盆不动，小腰腰在里边自己旋转，那就不是人类的构造，知道吧？什么生物只要有骨盆的生物都没有这样的构造，不可能让我们的小椎椎脱离我们的这个大盆去单独转，要转都是它们两个联动同时去转，看到了吧？这是我们人体的生理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看啊。咱们是两条腿共用了一个小盆盆，对不对？好，左转腰，先去能够感受到整个小盆盆夹住我们的左腿的大腿根儿。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啊，你夹的大腿根儿不是这儿，而是这儿，是你的大腿的腹股沟内侧，髂腰肌的内侧，向左转，让你的整个小盆盆产生左旋。你看老师肩和胯啊，整个盆盆产生左旋，哎，产生左旋。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你看老师的膝盖跟脚尖啊，是不管你怎么去转你的小盆盆，你的膝关节是不会动的，发现了没有？啊，发现了没有？是完全不会让你的膝关节来回乱晃的。为啥？因为你这个时候啊，你的膝关节和你的脚，它就是一个支撑柱子，像一个顶梁柱一样。不管你上边，就大家看过东北二人转没有？就是上面有那个会转的手绢，然后你那个手绢就是你旋转的小盆盆，那个手就是你的大腿，大腿不需要任何的明显晃动，你的手绢转的就很快。所以同学们就是那个道理，你的膝关节脚尖方向一致，靠旋转小盆盆。但是
这个时候大家说老师，相合呀，这个胯能够合到这儿太简单了，但是胯想要打开太难了。今天一句话教会大家，都是干货啊。咱们想要去做到左胯相合，右胯打开，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同学们，你看啊，把注意力放在咱的臀部，放在咱的小屁股蛋子上。好，接下来呢，老师来让大家感受啊，当你左转左胯相合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左边的屁股有一种拉长感？就是左边的屁股蛋儿往后走了，并且屁股被拉长拉伸了。来，有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有。啊，只要你做对了，这胯往里一合，屁股左半边的屁股就有拉长。来，有没有？有了打有，有了打有，有没有？啊，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感受一下，绝对让大家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老师教的所有的人体的变化。因为老师是个康复师，也是个大众健康管理师，这样吧，不行，往上面放一下我的证件，是不是？因为没有放证件的事。来，同学们啊，来，你给大家闪一下老师的证件啊，就是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咱们讲课讲的那么清晰。来，放一下那个图啊，这个是老师的这个职业名称，健康管理师啊。所以呢，在这里老师了解大家人体的206块骨头怎么讲、怎么动、怎么运用，我都清楚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咱都必须有是吧？必须有。那有了左边的胯相合，屁股被拉长了，想让右边的内侧有拉伸感怎么办？来，同学们，找到你右侧的臀部，左胯根相合。右边的屁股顺势的轻轻发力，让你的大腿产生一个微微的向外撑开的感觉，感受你的大腿的内侧和胯根的内侧有一个放长拉伸的感觉。如果你做到了，同学们，你再低头看看你的膝盖跟脚尖，完全不会有内扣或者外撇的情况。试一试，如果做到了，请帮老师把小关小猪点上，把赞冲到3万。就这么简单，就这一句话。为啥呢？同学们，老师用太极拳的理论给你讲啊，刚才用的是咱们人体的大白话。太极拳里边讲，打拳要分阴阳，合为太极，开合足矣。那什么叫开合呢？同学们，合是一种松沉的相合，周身的一个凝聚，那开就是周身筋骨的一个对拉，不找到身体的正确发力。所以同学们啊，合为太极，开合足矣。我们有阴，那么一定就会有阳，我们有阳，一定就会有阴，明白了没有，同学们？所以咱们刚才用的是大白话的方法来教明白大家什么是腰胯的运行方式。你想想，同学们，你在打眼手弓拳头，你发力，看啊，重心移动重心，你向左转腰，是不是左胯合，右胯打开？所以你右侧是不是臀部、大腿、脚后跟都在向外螺旋拧转的发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屁股一定是怎么样？瞬间收紧，左胯、左臀部会瞬间拉长，把右边的这个旋转的力量给你顺势的传递到左边，不能让左边顶你的右边，是不是？你看发力一走，是不是就出来了？所以咱们想要学会小腰小胯的开合，核心就在这一句话上。别的老师不愿意讲，咱们直播间把这干货全都给大家讲出来，让咱们练功的时候能够从0到1有一个正确的入门。那为啥会拿这个板凳呢？因为从这个板凳上来看就非常简单了。你看啊，调这么高，好，往下一点啊，看两胯一打开，咱们哪怕步子大一点，看啊，来。腰向右转，右胯相合，左边慢慢打开。好，往左转，左胯相合，右边慢慢打开，能看到吗，同学们？是不是这块很清晰的一个折叠？这块很清晰一个打开，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体现到了太极拳师傅老说，老师啊，咋样动胯咋样动胯。咱们好多同学都说，老师，俺师傅讲过，说松左胯松右胯，松左胯松右胯就能产生旋转。但是同学们，你记住，如果你是零基础的小白，你连下蹲的这个松都找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去找松胯的这个松？是不是就更难找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白一松胯，不是撅屁股就是顶腰，是不是？所以在这儿老师教大家这个点啊，一定要记住，零基础小白刚入门，右胯在相合时，左胯必须要有打开；左胯相合时，右胯必须要有打开。现在老师再把懒扎衣的这个动作，我给你带入一下。你看啊，两脚金刚倒对，自然放松，合左胯，右胯打开，肩胯一体，肩胯相照，左转腰，左胯和右胯开，
右手上穿，左手下按。好，翻掌重心右移，腰胯右旋，右胯和左胯打开。好，左移重心，左手上领，右手下沉，提右膝，做到单腿支撑，独立稳定。好，下沉左腿，轻开右步，落右脚，两手相合。来，老师给你看啊，看老师的左膝啊，先走大螺旋，右膝对右脚，产生欲右先左，再走小螺旋，合右胯，左胯打开，螺旋外蓬。好，左手叉腰，右手回正立掌，全部都是腰当胯在运动。所以同学们，你看老师的膝盖是不是不晃？那到底是咋不晃的？是不是就通过这个方法？所以同学们记住啊，太极拳当中的核心要点的基本功。因为陶11宝贝儿啊，咱直播间主要是讲干货的一个直播间，大家记住啊，太极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是方法重要，还是套路动作外形最重要？因为咱们每次讲完基本功以后，都会有正面背面的带练啊，所以咱们直播间不用镜像。镜像的话，我跟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直播间能够学会镜面，那当你有一天从直播间出来了，你去现实生活当中找一个老师，你的老师如果不会反着打拳，怎么办？是不是？那不就只给自己逼疯了吗？是不是？所以前期的时候把这个困难克服一下就好了啊。所以同学们，通过刚才老师教大家的这个方法，教的这个方式，有没有感受到膝盖是不乱晃的，而且不难受了？现在你说老师不还是难受？哪难受？老师腿太酸了，太酸了。这就对了，腿酸才是对的啊，腿酸是对的，膝盖酸就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咱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大小螺旋，怎么样？干不干？所以来，同学们，喜欢老师讲课风格的，喜欢老师给大家放干货的，咱们左上角的关注没有点的点上关注，好不好？没有，咱们没有这个加灯牌的宝子们，咱加上一个灯牌啊。老师一开步撅屁股对吗？不对。然后老师给大家说两个。